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女星不進組榜單引爭議，李沁數據存誤劉亦菲沉澱。女星不進組榜單引爆輿論，數據偏差，演員選擇與影視行業深層陣痛。近期，一份名為女明星不進組前3甲的網絡榜單在社交平台迅速發酵，榜單中赫然出現劉亦菲、李沁、盧昱曉3位風格、資歷、發展路徑截然不同的女演員。榜單一經傳播，迅速引發粉圈、路人及業內人士的多重討論，爭議焦點從是否真的不進組，逐步延伸至演員職業規劃、影視行業寒冬、評價體系失衡等更深層問題。當進不進組被簡化為衡量演員價值的單一指標，這場看似娛樂化的榜單爭議，實則折射出當下影視行業的結構性焦慮。一、榜單緣起，一句未進組，為何能掀起輿論風暴？所謂女明星不進組榜單，本意是通過統計演員一定時間內是否進入新劇組拍攝，來衡量其工作狀態。但問題在於，榜單數據來源模糊，統計口徑不清，既未明確進組標準，也未區分拍攝期、籌備期、後期宣傳期等不同工作狀態，最終導致一刀切的標籤化結論。在行業本就高度焦慮的背景下，不進組被迅速等同於無戲可拍資源下滑、事業停滯，這種極具煽動性的敘事，自然極易引發情緒對立與輿論撕裂。二、李沁爭議最大，未進組數據被指明顯失實。在榜單中，李沁的出現引發的質疑聲最大，也最集中。多方公開信息顯示，李沁目前正參與電視劇《人間有味》的拍攝。該劇不僅是北京市廣電局重點扶持項目，題材定位於現實主義女性成長敘事，製作週期本就較長，且合作演員包括胡歌、何冰等實力派。無論是片場路透、合作演員動態，還是粉絲探班信息，均能佐證其處於明確的在組狀態。此外，回溯近幾年李沁的工作軌跡，她並不存在所謂的資源斷層。無論是《鹹魚飛聲》《一笑隨歌》等待播作品，還是此前完成拍攝的項目，均顯示其保持着相對穩定但節奏克制的進組頻率。李沁團隊與粉絲多次強調，她近年來堅持挑本子、挑角色的原則，更傾向於現實主義題材與有人物厚度的項目，而非流水線快消劇。這種主動篩選被榜單粗暴地簡化為未進組，顯然存在明顯統計偏差。三、劉亦菲785天未進組，主動沉澱還是被動空窗？與李沁的數據失實不同，劉亦菲的785天未進組在時間維度上確實成立，但爭議的核心並不在於是否屬實，而在於如何解讀。自《玫瑰的故事》殺青後，劉亦菲確實未官宣新劇進組，但與部分輿論渲染的無戲可拍截然不同。她本人及業內多方信息早已釋放清晰信號，這是一次高度主動的職業沉澱期。劉亦菲多次公開表示，對劇本有近乎苛刻的要求，希望遇到不得不拍的項目。業內人士透露，她曾拒絕過片酬高達千萬，但制作班底在籌備階段臨時變動的項目驗三合，轉而將重心放在國際合拍片的前期籌備，與好萊塢制作團隊進行深度接觸。更重要的是，回看劉亦菲的職業路徑，她的每一次長空窗，幾乎都對應着一次口碑與市場的雙重回歸。從《夢華錄》到《去有風的地方》，再到《玫瑰的故事》，均成為當年討論度極高的代表作。這種寧缺毋濫的策略，反而贏得了大量觀眾的理解與支持。四、盧昱曉新生代亞系熱播，卻被貼上不進組標籤。相比前兩位，盧昱曉的情況更具荒誕色彩。她當前不僅有主演劇集亞系正在熱播，
且近期已密集進組入青雲等新項目。粉絲指出，他僅有約2個月的調整期，卻被直接納入長期不進組榜單，顯然忽視了宣傳期、播出期同樣屬於演員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圍繞盧玉曉的討論，也很快從進不進組轉向更實際的問題，同期生台詞表現、角色重複度、表演穩定性等。這恰恰說明，市場對新生代演員的評判早已不再停留在有沒有戲拍，而是更聚焦拍得好不好，能不能撐住角色。5. 影視寒冬之下，不進組正在成為一種理性選擇。將視角拉回行業整體，便不難理解這份榜單為何會引發如此大的反彈。近2年，影視行業資本收縮明顯，項目立項數量驟減，優質劇本稀缺已成為公開的行業共識。在這樣的環境下，無效進組風險大幅上升，大量流水線項目不僅消耗演員時間，還可能反噬口碑。越來越多演員開始公開表達類似觀點。劉宇寧、劉濤等人直言不願為進組而進組，王一博、楊穎等頂流出現超長空窗期，也從側面印證了行業資源結構的斷層。在這種背景下，劉亦菲選擇國際賽道，李沁深耕現實主義題材，盧玉曉通過密集作品積累經驗，本質上都是不同層級演員對行業寒冬的理性回應。6. 觀眾態度轉變，從催進組到求質量。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爭議中，普通觀眾的態度呈現出明顯變化。與早年無縫進組才算敬業的輿論環境不同，如今越來越多網友開始反思這一評價標準的合理性。進組頻率職業價值演員不是流水線工人等觀點獲得廣泛共鳴。劉亦菲3年3爆劇的案例被反覆提及作為質量優先的正向樣本，李沁粉絲提出的流水不爭先後，爭滔滔不絕，也被視為對演員長期主義的生動概括。與此同時，盧玉曉身上的爭議則體現出觀眾對青年演員升台行表綜合能力要求的提升不再滿足於數量堆積，而是期待真正的成長與突破。7. 被誤解的真相，榜單背後的邏輯漏洞。綜合來看，這份女星不進組榜單至少存在3種關鍵誤解。第一，將籌備期、宣傳期、沉澱期簡單等同於無工作。第二，忽視項目週期差異，對現實主義與國際項目極不友好。第三，用單一數據指標替代複雜的職業評估體系。李沁並不存在所謂資源斷層，盧玉曉正處於作品曝光高峰期，而劉亦菲的空窗期反而是其職業規劃中極為重要的一環。8. 結語，榜單之外才是真正的行業命題。這場圍繞女星不進組的爭議，表面是粉圈論戰，實則是影視行業轉型期的真實縮影。當資本退潮，觀眾成熟，創作回歸本質，演員的價值不再取決於有沒有在組，而在於是否尊重創作規律，是否對角色保持誠意，是否願意為好作品等待時間。或許比起不斷制造進不進組的焦慮榜單，行業更需要一套更理性、更立體的評價體系，讓演員有空間沉澱，讓作品有時間生長，也讓觀眾真正回到內容本身。在這個意義上，這份爭議榜單的最大價值，或許正是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演員究竟該為誰而忙，又該為何而等。